我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绩普普通通，平常就喜欢跟朋友到处玩，对于鬼神之说充满了好奇。以下这段故事是我发生过的真实经历，跟大家分享。这天不想上课的我跟平常一样在街上到处闲晃，突然收到一位女同学传的群组讯息，内容是我们高中王某某男同学要结婚了，希望各位同学有时间的可以去参加。我心想，这臭小子才升大二就要结婚了，未免也太快了吧。算了，我跟王某某在高中时期感情还不错，也好久没跟老同学聚聚了，不知道大家现在过得怎样。我热血的骑上我的机车回宿舍，准备简单的行李就出发去参加婚礼了。热血的我一路由北向东，燃烧着我的小宇宙奔驰在路上，虽然看上去是青春无敌，但其实是为了耍帅，自认为帅气的我才会骑机车去参加，代价是骑的我的腰都快断了。以前高中时期有一个心仪的对象，他成绩好，心地善良，重点是人长得很漂亮，也许是他太优秀了，我没敢告白。回来之前从其他女同学口中听说他喜欢阳光、有幽默感、帅气的男生，可以的话希望那个男生可以骑着重机带他到处玩，这个不就是在说我吗？就这样，自恋的我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一路骑到地点已经是下午了，我停车拨通电话给发群组讯息的女同学小雨。小雨长得也挺漂亮的，清秀可爱型，人活泼乐于助人，就是凶了点。高中时期1到3年级的班长都是她。像集合、找人这种小事情，当然是非她莫属。接通后，小雨说其他同学都要明天才到。我说不会吧，这样怎么去闹新郎官？小雨说闹什么闹，闹你的头，都已经约好了啦。等等约了新郎王聪还有你跟我去他家吃饭，等等你先来载我。就这样我发动机车去载小雨了。到了约好的地点，等了半天四处看不见小雨，我边打电话边念着，奇怪，这男人婆是跑去哪里了，叫我来载他，等了半天不见人影，等等聚会要好好嗷嗷他，让他荷包大失血。在这时，远处有一位美女，好像在呼喊我的名字。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被那女子吓了一跳。我瞪大双眼惊讶的说，男人婆，真的是你吗？你跑去整形了吗？太夸张了，才几年没见，你现在简直比班花还漂亮了。小雨害羞的说，好啦，知道你嘴甜，就你这张嘴骗不少小姐姐了吧。好啦，不说这个了，刚刚我有跟新郎官联络，走吧。我载着小雨行驶在路上，天突忽然下起了大雨。这时小雨的电话响了，我停在路边的屋檐下，小雨接起电话说了几句，回头看看我说，新郎官喝醉了，现在还下大雨，我看我们不用去了。我看着小雨说，什么？他也太菜了吧，那现在要去哪？小雨说，不然买点饮料去我家，本小姐亲自下厨招待你。我大笑的看着他说，别闹了，你会下厨？以前怎么都不知道，确定煮出来的可以吃吗？小雨生气的说，干嘛？瞧不起人啊？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要就走，不去拉倒。我心想，我也不是本地人，现在也没地方可以去，于是我就载着他往他家去了。我们到达了小雨家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小雨说，你行李找地方放，随便坐，我去把食材料理一下，你就等着吃大餐吧。我笑着说，我很好养的，不怎么挑嘴，你煮的再难吃，我都会吞下去的，不要下毒就好了。小雨生气的说，你的嘴可以再尖一点没关系，等等就不要吃，饿死你。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他家，他进去厨房后，好奇的我四处打量着这个地方。他家应该是一间传统的男士理发店，大概是叔叔伯伯辈那个时代的人会光顾的店家。
店内是很老式斑驳的装潢，摆放着3个理发椅与镜子与梳洗台，墙上贴着的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人物发型图片，在角落处应该是休息的地方，放着款式老旧的沙发桌椅。整家店充满了一股浓厚的历史气息与氛围。小雨喊道：“喂，吃饭了，帮忙拿一下。”我躺在沙发笑着说：“本少爷还需要帮忙吗？我不是客人吗？小二啊，快，动作快一点，小爷我快饿死了。”小雨端好饭菜后说：“你还真当自己是少爷，快起来吃饭了，不可能还要我喂你吃吧？”我笑着起身说：“小的不敢。”于是我们边吃饭边小酌了起来。酒过3巡之后，我好奇地问小雨说：“伯母在家吗？怎么不请她一起吃饭？好久没看到她了，第一次来你家，该打声招呼吧。”小雨说：“外婆生病了，我妈回老家照顾外婆，所以她不在家好一阵子了。”我说：“那你干嘛多放一副碗筷？”小雨说：“这是我妈交代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常我跟我妈在家吃饭，她都会多准备一副碗筷。有一次我忘了多准备一副碗筷，她很生气的骂了我一顿。我问她，她只回：不要问那么多，吃饭不该管的事情少管，以后一定要记得多准备一副碗筷就是了。神神秘秘的，久而久之我也没再多问了。”我笑着说：“难道这是给某个人准备的？”突然厨房传来了东西掉下来破碎的声响，我们跑过去查看时，地上散落着破碎的碗跟盘子。正当我疑惑着这些碗盘是怎么掉下来的时候，小雨急忙跑向前收拾地上破碎的残渣，一个不小心被划破了手指。我担心地说：“没事吧？等等我来整理，你去旁边坐着好了。家里有医药箱吗？你的手去冲冲水，等等我来帮你处理伤口。”小雨说：“医药箱在柜台下方的抽屉。”我翻找着医药箱时，发现了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相片里是一个老爷爷跟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两人穿着类似旗袍的服饰。仔细看看相片中的地点，好像就是这家理发店。我心想，这是什么年代拍的照片啊？那时候就有照相机了吗？拍的还真不错。我走向小雨，便帮他包扎伤口，边问他说：“这张黑白照片中的人你认识吗？”小雨接过相片，摇摇头说：“不认识。”“那这张相片你在哪里找到的？”我说：“刚刚在找医药箱时，在抽屉里找到的，它被夹在边边的缝隙中，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我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挑着眉奸诈地问小雨：“今晚我睡哪啊？”小雨说：“你今晚当然是当厅长咯，理发椅、沙发椅你自己选一个。”我装作无辜地说：“你忍心吗？让我这个弱小的青年睡客厅？”小雨说：“我家2楼没客房，你不睡客厅，难道你想跟我一起睡啊？”我笑着说：“如果你诚挚的要请我，我也是可以勉为其难的答应你的要求。”小雨害羞的看着我，我笑笑的说：“好了，不闹你了，我也有点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外面下着雨，疲惫的我躺在理发椅上，早就入睡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感觉到周围变得有些寒冷，我本想起身拿毯子来盖，这时我发现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好像被一股强大的压力压在了我的身上。我使劲的想挣脱，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嘴巴也发不出声音。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奇怪又尖锐的声音，那种声音好像是金属摩擦产生出来的，而且离我并不远。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这状况加上这恐怖的氛围，身体不由得颤抖了起来。人通常都是用眼睛去看，然后再经过大脑分析判断眼前所看的人、事、物，我也不例外。我努力的想睁开双眼，去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又担心直面而来的
会是怎样的恐怖情景。无数个恐怖的画面飞速的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但是闭眼不去看未知的恐惧才更叫人害怕。我心想，怕什么怕，死就死吧。于是我害怕的眯着眼睛，想看清楚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后悔了，我的身体顿时失去了所有知觉，应该说是我的身体已经被恐惧所支配了，吓得浑身瘫软。眼前是一个模糊的女子身影从天花板上飘了下来，停在了我的眼前。她面容苍白，眼中充满了哀伤和怨恨。躺在理发椅上的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的手向我伸来，一股寒冷的气息迎面而来，笼罩了四周的空气。汗水从额头上滴落，我害怕的全身冒冷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甚至于连内裤都快湿了。这时我突然想到，以前跟朋友们聊天，有一个朋友说过，如果哪一天当你们时运差碰到鬼，千万不要跟他对视，如果真的看到了，也千万别让他知道你看得到他。我颤抖着闭上了双眼，默念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然后念着以前从电影上、网络上或跟朋友们聊天所得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驱鬼台词，反正知道的都念了个遍。接着我眯着眼，想看看是否有效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光线不够的关系，还是因为眯着眼所以视野不够的缘故，我的眼前黑蒙蒙的一片。我试着想再把眼睛睁得大一点点时，我突然感觉到我的脸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的划过。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接触吓了一跳，尿都快洒了出来。我心想，救命啊！这感觉是他在摸我的脸吗？还是什么别的东西碰到我吗？现在又看不清楚眼前是什么情况。这时我听到了车子经过的声音，眼角闪过了一丝车灯微弱的光亮。我趁着光还没消失前，把眼睛完全睁开，想看清楚四周的情况。当我还来不及看清楚四周时，我的视野已经被完全占满了。那不是人该有的双眼，以大概一根手指头超级近的距离与我对看着。他那恐怖又深邃，像无尽深渊般充满血丝的双眼，就在那直勾勾地看着我。头发垂落在我的脸部周围，完全把我的头包覆住，发丝紧密到连光感觉都透不进来。这时我想起了朋友说的话，我想紧闭双眼，却怎么也闭不起来。我转动眼球往别的方向看去，努力试着不要与他对看，但是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除了闭眼之外，我的视野已经被他完全占据了。这时的我无法不与他对看着，他的眼睛好像漩涡一样，我感觉到自己好像跌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渊之中。慢慢的，我的眼皮跟身体变得沉重，意识也模糊了起来，感觉就快要被女鬼吞噬了。突然间一声巨响，女鬼就这样消失在我的眼前。忽然我发现我的身体可以动了，但是全身无力。这时我缓缓的起身，耳边传来了一位老婆婆温暖又亲切的声音说，孩子，你还好吗？你没事吧？我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是小雨的妈妈和一位老婆婆。小雨妈说，同学，好久没看到你了，要来家里玩，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尴尬的回说，没有啦阿姨，我回来是要参加明天同学的婚礼，我没地方可以去，小雨邀请我今天在你们这借住一晚，明天结束我就回北部了。阿姨笑笑的说，没事，不用紧张，我没有在责怪你，多住几天也可以。这时小雨也从楼上跑了下来，看到了老婆婆和阿姨时，她就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站在那。外婆表情严肃的看着小雨说，你呀你，等等再修理你。接着外婆杵着拐杖走向我，那拐杖声好像是刚刚赶跑女鬼的声音。老婆婆亲切地说，孩子，刚才的事情没吓着你吧？我说，婆婆，我没事了。我本想继续说下去的，这时老婆婆打断了我的话，接着说，你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没事，没事，有婆婆在，你放心。我惊讶地看向婆婆，婆婆说：“来，我们去那边坐着说。我知道你现在应该还没缓过来吧？是不是很害怕？”我点点头，婆婆笑笑地说：“你的问题，等等我会告诉你答案。”交谈中，我把今天到小雨家中找到照片跟所发生的种种的灵异事件述说给了阿姨还有婆婆听。婆婆看着小雨说：“丫头啊，你不该隐瞒的。你没跟她说过我们家的事吧？要不是我感觉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提前回来，你这位同学就被你害惨了。”小雨说：“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子，只是想说一晚而已，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谁知道他那么倒霉。”阿姨拿着我给的黑白照片叹气地说：“该说的总归是跑不掉，等等我要说的事情，可能你会不相信，也可能会超出你的理解范围，希望你听了之后还能跟小雨做朋友。”我疑惑地看着阿姨说：“不会啦，你放心。”阿姨点点头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遗传着一种血统，就是你们俗称的阴阳眼。每隔一代，家族中就会有一位遗传到这个特殊体质，就是隔代遗传。算了算，小雨从小到大，一只手可以算得出来，你是第几位来过我们家的同学或朋友？”我惊讶地看着小雨说：“阿姨说的是真的吗？”她无奈地点了点头。我看着婆婆说：“那照这样说的话，婆婆也是吗？”婆婆微笑着点了点头后说：“如果有遗传到阴阳眼的族人，不管是谁，都必须接下历代传承的使命。”婆婆笑着说：“我这一代我也老了，要交接给年轻人了。”我看着小雨说：“那这一代岂不就是你？”阿姨说：“笨，是这样没错，但是小雨太胆小了，又无心接受传承。”婆婆说：“其实我根本没生病，生病这借口是用来骗这丫头，好让她接下传承，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婆婆看着我说：“至于你今晚撞鬼的事情，跟这张照片有关。你今晚碰到的女鬼，就是照片中的女子。我跟历代先祖有试着超度她，好让她轮回投胎转世，但是她是含冤而死的，煞气太重了，也不愿意离去。”我疑惑着说：“既然这样，婆婆，那为什么不像电影那样，直接收了她，或是把她打得魂飞魄散之类的，让她不再出来害人？”这时，小雨走了过来，用手敲了我的头一下，说：“你的心也太坏了吧，鬼也有好坏之分的好吗？”婆婆看着我们俩笑住说：“之所以不收服那的女鬼，是因为她也是个可怜之人，这间房子是她祖屋，真要说起来的话，我们才是外人，哪有什么资格赶她走？说到这个撞鬼呀，其实她刚刚只是在逗着你玩，至今没害过人。”我紧张的看了四周说：“鬼姐姐，拜托，我不是什么坏人，我刚刚已经被你吓得魂都快飞了，不要再来逗我了。”婆婆接着说：“至于她生前发生过什么故事，又为何死后含冤不愿离去，就不得而知了。我的上一代传人是我的爷爷，他只是交代我每年都要做法事超度他，替他积德祈福，好让他放下心中的怨念。至于他愿不愿意离去，就随缘吧。”这次的撞鬼事件之后，我回到了学校。老师说，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想起在小雨家那段撞鬼的经历。刚开始会因为一点小动静就开始疑神疑鬼，常常自己吓自己。但随着时间久了，加上请教小雨的婆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久而久之，我也变得不再那么惧怕。相反的，这起事件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感触。人鬼是否可以共处？鬼魂真的像电影般那样会无故害人吗？鬼魂有区分好或坏吗？诸如此类复杂的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正确答案，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没有绝对，但是学会尊重另一个世界的他们，就像人跟人之间一样，学会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不去故意打扰他们，才是上上之策。